孟南姑娘。啊。贺世伟，你是想近距离跟我展示你这剑耍得有多好？其实这个呀，它是你这剑耍得不错，好剑。不是，好剑，这是刀啊！大人，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最近3年跟徐武有关的案子。有劳孟南姑娘。我就说这徐武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看这么多案子都和他有关。莫南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大人，我其实了解到一些实情，这黄爱玉啊也挺惨的。我和她经历很相似，都跟着父亲相依为命长大，只不过她比我更惨。她父亲是个酒鬼加赌鬼，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赌博，没事回家还打她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把她卖到了青楼。她从青楼好不容易逃出来以后，还被她爹打。后来他爹又给他许配给了耿大，这也是为了抵债。可问题是，他既然许配给了耿大，纵使是不喜欢，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耿大被别人毒死。那他能怎么办啊？报官？大人，这报官能有什么改变啊？是啊，这徐武势力那么大，这黄爱玉一个弱女子。徐武欺负她，她只能忍气吞声。她要是出去说徐武要杀人，这谁相信呀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，孟南姑娘，你呀是站在这个黄爱玉的立场上替她着想，但是我们断案子，她得一碗水端平啊。这黄爱玉啊，确实存在知情不报的事实。是啊，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很同情她的遭遇。好，明白了，我们一定给每个人一公道，啊！金捕头，有事啊？您为什么不判徐武？你说呢？跟那箱银子有没有关系？银子呀，银子已经定了行贿案了，现在每一分钱都交到了东昌府公账上，这有明细，你可以过去上账房问一下。大人，那您为什么不判他呀？徐武这几年在东昌肆意妄为，那百姓心里都恨透他了。您要是杀了他，那叫大快人心；您要是放了他呢，那兴许百姓下一个恨的就是您。哎，那这帮老百姓里头，包括不包括你呀？秦捕头，你知道我在京城当这个左都御史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骂我吗？他们说我呀，王八咬舌钉。这事儿要让我盯着了，不算完。办个徐武好弄，但你怎么不想想，他背后那棵大树是谁呀？徐武背景这么大呀？当然了，3年5条人命，蔡永昌亲自压下来的，找人替他偷梁换柱，而且上面用的全是济南府的大印。你看看在公堂上那个嚣张的样子，我估计不光你们东昌府，在山东地面上，这都是横行霸道的主儿。那他背后是谁呀？这么支持着他？是卑职欠考虑了。所以呀，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咱们该怎么办怎么办。老爷，老爷，索林图要见你。你看看，徐武人缘多好啊！刚抓进来，就有朋友来看他来了。大树坐不住了，会会吧？走。哟，索大人，有失远迎，多多恕罪。今儿啊，看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
查就免了啊。刘墉啊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啊，我直说啊。我听说你把徐武给抓了，是，人呢？东厂府大牢。什么罪名啊？杀人。证据确凿吗？索大人，您对这案子有兴趣？哎，坐。哎，刘大人，这徐武是什么人？您知道啊？我用不着知道他是什么人呢。你看，反正这案子东昌的老百姓都看着呢。我又是上任，第一个案子，甭管他是谁，我也得把他抓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嘛，我不得烧得热热闹闹的啊？你看，这徐武不是咱们东昌府的商贾首富吗？啊，又是日昌钱庄的大股东，咱们山东和朝廷大大小小经济上的事儿，全是由人家相助。啊，3年前涂州闹造反这事儿，不也是人家徐武吗？给东昌府提供钱粮，才得以镇压吗？为这事儿，朝廷还特意嘉奖了人家。如果今天你要不依据事实胡乱断案，你毁了人家徐武的声誉，将来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哎呦，索大人真是费心，还替我打算。那您觉着我该怎么办呢？正好啊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您说，只要能帮上忙，无不尽力。哎呀，是这样，这个军营啊，最近死了一个士兵。据调查吧，说也跟徐武的佣人有关系。我是这么想啊，我想把徐武带回去啊，配合调查。哎，我是管你借人啊，我就借5天，审完了我就把人给你送回来。还有啊，你不是收人家徐武这是吧？心意嘛。哦，您说那银子呀？他那叫心意呀，他那叫没诚意。就那么点银子想收买我，这就叫骂人。哦，对了，索大人，我忘了告诉您了，我把他那笔银子呀，充到东昌府公账里了，正好替衙门拉回点亏空。哎，我索大人，这是我到东昌的第1桩案子，您干什么呀？这又说情又借人的，您这玩笑就开大了啊！我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这是啊，这徐武现在不是还没判呢吗？判是没判，那是因为有其他案子在查，等查齐了一块儿判。你看看就是啊，这2个案子搁一块儿，这不正好吗？这不，来人，来，把徐武给我带走！慢着，思想大牢视为劫狱，罪加一等。刘墉，干什么呀？想动手啊？索大人，您强行带人，我难逃责任呐。什么叫强行带人呢？我这不是光你借人吗？好，您说他有问题，把卷宗给我，我一并秉公处理。要什么卷宗啊？啊？怎么着？给脸不要脸呐？放肆！看什么看？立刻把刀放下，否则杀无赦！哟，哥哥，索伦图，给哥哥请安。让你起来了吗？怎么那么大火气啊？刚才骂谁不要脸呢？不会是骂我们家老爷吧？没错，总兵大人是在骂老爷。哥哥，我是在骂我的下人呐。下人？这谁是你下人啊？行了行了，索大人也就是随口一说啊，夫人不必动怒。起来吧起来吧。索大人，请夫人息怒吧。啊，哎呦，哥哥息怒，哥哥息怒。看在我们家老爷面子上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起来吧。好嘞，谢哥哥，谢哥哥。索大人，还有事儿吗？
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奴才告辞，奴才告辞。哎，不错不错，罗大人。老爷，你再怎么说也是额驸，皇亲国戚，他索伦图怎么能难为住你呢？哎，你在官场上，夫人不能老提这个，这说多了让人笑话。谁敢？他笑话你什么？怕老婆啊？哎，那倒无所谓，啊，老婆爱说说去吧，我不在乎。真是这样啊？当然了，我是说呀，老提这事儿，人家会觉着我拿夫人当挡箭牌，你这时间一长，这就成了仗势欺人了。这么说，我这身份倒害了你了？没，那倒没有。站住！我之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女人到底需要什么呀？甜言蜜语。你想明白再来吧。夫人刚才说什么？你想明白了吗？没有啊。你去把秦捕头找来。徐武的好朋友索伦图不是来看他了吗？咱们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武啊！快去吧。好嘞。刘大人，您想明白了没有？现在放我出去还来得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咱们将来还是朋友。交不起你这朋友，3年5条人命，我砍你10回不冤吧？我告诉你，徐武，今儿你遇见我，老天爷都救不了你。哼，别吓唬我了，我知道。您是京城贬下来的官儿，在山东这个地方，除非是皇上亲自下来，要不然，甭管大小，所有的官员到这地方，都得吃我徐武一顿饭。可惜呀，徐武，你被关到今儿个，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来替你说情，就打哈苏，没事就找我，老说呀。要把他跟你这点事儿跟我说清楚了。哼，这帮白眼狼！哎，你花钱交的朋友吗？你还当真呢？哎，也别这么说，你还真有个朋友，舍死忘生的替你说话。谁呀？索伦图啊。哟，我瞅你听见这名儿还不得高兴。当然了，他想把我怎么样？救你啊！不过他说了，说你呀，跟他那兵营里俩士兵的死有关系。所以徐武，你自个儿算，你出去比在这儿安全不到哪儿去。说吧，你想套什么话？我知道你手里有东西。要不然索伦图能来救你吗？这么着吧，买卖人嘛，跟我谈笔生意，这能听明白吧？好啊，那咱们就别绕弯子了。说到底还是银子的事儿。我当初要是银子使足了，不是也没今天这出了吗？这么着，老规矩，我给你家乡修缮祖坟，外加捐100万两银子，你放我走。就这老规矩啊？您的上任知府蔡永昌，还有您上上任的知……行了啊！现在我是知府，按我的规矩办。好，300万两。500万两。行了，你听听我的规矩啊。那我就听听，您什么规矩？吃多少，你给我吐多少。
刘大人，那您总得说个数吧？总不能把我这条命给搭上吧？哎，那看你的，徐武。你不是会算账吗？这事儿你得算算，算出你自个儿这命啊值多少钱。刘墉，你可别太过分了。你可以不答应啊。那得看你这儿有什么必须让我答应的条件吧？你还敢跟我谈条件呢？哎呀，徐武啊，想想吧，啊，你也替别人想想，都甭替别人，你替你上边那人，你想想，就你手里那点东西，就他，值得为这点东西救你吗？自个儿琢磨吧，啊。混蛋！混账王八蛋！刘墉，奶奶的欺人太甚！我得把这口气争回来。大人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刚被贾御史折腾完，山东官场人人自危，都在观望。如果刘墉拿徐武开刀，那很多人……所以说呀，得想办法保住徐武啊！大人，您怎么想？屁话，我知道还问你啊！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先把徐武救出来。怎么救啊？大人，属下可以安排人摸进府衙大牢，将徐武救出来。有多大把握呀？只要大人您一声令下，明日清晨即可见到徐武。好，就这么办了，快去！是。大人，息怒，息怒。这个索伦图胆子真是太大了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是格格及时赶到的话，他是不是真敢拔刀抢人？这还真不好说。索伦图这个人呐，当兵的出身，身经百战，那经历的事儿就太多了啊。但是你想想，这徐武对他得多重要啊！他居然到府衙来抢人，啊！大人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加强巡逻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轻易进出大牢。做得好，现在看明白了，这徐武啊，还真是咱们在山东打开局面的重要的一扇门。这扇门要关上，咱们暂时还真没招。刘大人，你说要不要我去探一探这个索伦图的底？别介，用不着。咱们呢初来乍到，索伦图呢怎么也得拉一山膀给大伙看看，这就是做态。不着急，看清楚他们关系之前，咱不动手。可咱们也不能太被动了吧？见招拆招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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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下！这两个人死活不张嘴，不过能看出来是两个军士。不用问，也知道是索伦图的人。刘大人，要不然咱们直接把人杀了，给他们送回去，让索伦图知道咱们也不是好惹的。不可，万万不可激怒索伦图。索伦图既然是偷偷派人进来的，这说明咱们没猜错，他对自己的行为还是有所顾忌。咱们要利用这个顾忌，尽可能多争取时间。徐武那边安排怎么样了？已经转移到密室了，项武正盯着他呢。这个徐武一天不开口，咱们就为难一天。刘大人，要不要来点硬的？不必了。脚力不畏刑，贪官不必赃。徐武若是开口，那是为了活命的。如果时机不对，他宁可把秘密带到坟墓里去。好，那两个士兵怎么办？等着索伦图来要人。
废物，人不但没救出来，还搭进去俩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嗯，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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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没想到刘墉早有准备。带上人，跟我去东昌府衙。大人，这样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的，我得给刘墉点颜色看看，否则他真把东昌府当成自己家了啊！传令下去，把东昌府衙给我围了，不交出徐武，谁他娘也别想离开东昌府！上！上！外面什么动静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有很多官兵啊！真的吗？就是啊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索伦图带兵把东昌府给围了。什么？七彩，去把我枪拿过来。大人，我去趟巡捕房准备一下。冷静，冷静。秦捕头，你去把那2个兵士给我带来。是。跪下，跪下！放肆！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！索伦图，给格格请安。索伦图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造反啊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经过调查，这2个人是山上的响马。最近因为徐武被抓一事，江湖上传言说，能救徐武者赏银100万两。哼，这些响马们闻风而动，奴才担心格格的安全，所以特意派兵驻守东昌府。一派胡言！这2个人明明是你的手下，关徐武和响马什么事儿？请格格明察，这2个人确实不是我的在册士兵。这乱扣帽子的罪名，奴才担当不起呀。你，罗大人，擅违府衙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刘大人，戍卫东昌府和格格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如果因为响马救徐武而导致东昌府和格格出现了任何差错，那就是我的失责。这事儿，皇上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可没法解释啊。所以，请刘大人多多体谅我的苦心，就让府里的人都出来吧，到我的兵营临时避一避现在的风头。我看不必了，索大人啊，你这儿围着这么些人，我看这儿啊比你的兵营还安全的。这么老些兵，哪个响马敢进来呀？不过我想问你一句啊，索大人，为一个身负6、7条人命的囚犯，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啊？大动干戈？刘大人，如果格格在山东真的出现了什么差错，别说末将，就是山东所有的大大小小官员都要遭到皇上的申斥。因此，还请格格多多体谅奴才的苦心，除非把徐武交给我来保护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危险。索伦图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在要挟我吗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把他给解决了，看谁还敢奏刺！不可放肆！索伦图，你当真要徐武？刘大人，我这完全是为了您和格格着想啊。好，那就多谢索大人保卫我们，费心了。副官听命。
是。从今天起，为防山贼潜入，禁止一切官民、注册人等出入。违令者，斩！怎么了这是？谁是管事的？各位官爷，这是干嘛呀？从今天起，兵满楼被总兵府征用了。你是这儿的老板娘？民女向月容，是这家酒楼的老板。哼，东昌府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谢大人夸奖。大人您放心，兵满楼上下一定会竭尽全力的照顾好各位。大家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忌口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亲自安排的。懂事，嘴也巧。谢大人抬举。我喜欢你这个劲儿。各位客官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顿饭算我请的，大家先请回吧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那行吧，我们对不起啊。哎，走吧，咱俩。对不起啊。你别不吭声呀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现在人家可是欺负到家门口了，我最受不了这个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一枪出去毙了他。别急，别急，夫人，你现在千万不能出去。你一旦出去了，他会以保护你的名义先把你软禁起来，然后借口剿匪，派兵杀进院来。你看着，准是这样。他敢？他真敢。你说这个混蛋，他这么做就不怕被砍脑袋吗？嗨，有多大利益冒多大风险，看样子这个徐汝身上事儿还真不像。现在还管那个？我们现在要赶紧把东昌府的围给解了。依我说，就杀出去，反正咱们有子枫跟秦朗，还怕他一个索伦图？夫人，就凭他们俩，就算能以一敌百，能以一敌千吗？外边围着那么多人呢，那出去不跟砍瓜切菜一样吗？哎呀，那实在不行，就来个缓兵之计，先把徐武给放了。不能放，夫人，放了他就再也抓不回来了。而且你想啊，咱们放了徐武，索伦图他们就会扼守江京，老百姓怎么干？咱们这叫助纣为虐。而且以后什么案子你也别打算办了。要不这样，我把大家伙都叫进来，一起想想办法。别，人多嘴杂，反倒说不清楚。我一人想想。啊。秦捕头，
这徐武在堂上猖狂也就算了，可是索伦图直接带兵把咱们东昌府给围了，这不是明摆着给老爷和格格难看吗？他根本就没把咱们东昌府的人放在眼里，也只怪咱们没有人能站出来替老爷出这口气。这个索伦图这回确实胆大包天啊！这格格还在这儿呢，他竟然敢围东昌府。对呀，他把格格围了，不就等于把皇上给围了吗？秦捕头，大清律法我不太懂，这以下犯上算不算造反？当然算了。但是索伦图之前说死的那2个响马，是因为保护格格，这能成立吗？那2个响马，那傻子都能看出来，那就是索伦图派来的奸细啊！这分明就是想造反啊！行吧，我佩服你的气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作为一个管家，我都气得不行。我手底下的厨子还有家丁都摩拳擦掌，准备跟索伦图打一架。你作为一呼百应的捕快，所有人都看着你，你就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不是，你想说什么你直说行不行？算了，我本来有一个10分周密的计划，能出口气想跟你说呢。你这一言不发，你说我跟你说什么？我自己带人去。哎，你过来。什么计划？愚蠢，简直是愚蠢至极！围东昌府，亏他想得出来。这个索伦图的脑袋是让驴踢了吗？他不知道刘墉正找不着把柄呢。这倒好，他自己送上门去了。前日，有2个响马夜探东昌府被抓了，有实证在。索伦图是为了救格格。这个鬼话你也信？我早就说过，这个莽夫不可用，除了给自己人捣乱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做不成。要不我给索伦图托个信儿，让他带兵回来。不用了，我的话他会听吗？整个山东，他只听傅大人的。那您说这事儿会不会是傅大人让他干的？不会，傅大人不会那么傻。你想过没有啊？徐武虽然知道我们些事情，但是他敢说吗？啊，即便他说了，那刘墉就真的能找到证据吗？刘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知府。不是左都御史了，他还能掀起多大的浪啊？你让他去查吗？啊？唉，这个徐武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诱饵。现在可好啊，人家还没挂钩，他自己就去咬钩了。我估计他也是无计可施，才出此下策。大人，您说这刘墉不会是冲着您来的吧？您想啊，大人，其实索伦图围剿刘墉，他不一定是件坏事。索伦图如果逼着刘墉交出徐武的话，那刘墉在山东的官运就到头了。如果刘墉突围的话，那这锅就是索伦图背，跟大人没什么关系。索伦图的胜算有多少？目前看来，这刘墉除了交出徐武，没什么办法。有好点的嘛，哥。这就是你们的计划？对呀，我一会儿带人冲出去，你直接去杀了索伦图。咱们冲出去，他们冲进来怎么办？哥，进来一个杀一个呀。还有啊，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的，是不是哥？
哥，下命令吧，只要你发话，我们直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秦捕头，都知道你在东厂府名气是最大的，你看后边这些人都听说你要加入，他们才干呢。可是拿着这些刀怎么干啊？甭说杀人了，伤人都不够。哎呀，库房里边就这些家伙事儿了，这都是挑最好的拿的。磨刀，武子，去把捕快叫过来。是。集合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回去。看什么看？别往前走了。大人，里面好像有动静。怎么个情况？他们纠结了一群家丁，手持武器要杀出来。好啊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让弓箭手准备，所有从东厂府出来的人一律给我射死。是。然后直接冲进大牢，把徐武给我带出来。你记住了，要保护好格格和刘大人，懂吗？是，大人。大人，文书还没来得及拟呢，先斩后奏，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山匪都混进东昌府了，格格和刘大人危在旦夕，还他妈顾得上什么文书啊？大人英明。哎，你提醒的也对啊，马上去写文书。是。兄弟们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们的刘大人就被他们这样给围了，你们能忍吗？不能！你们这是要干嘛去啊？这个时候谁都不许轻举妄动，得等刘大人出来。歇了吧，就你们这帮捕头捕快，不好好巡逻查岗，在这捣什么乱？我刚把大伙儿的士气给调动起来，你这不是泼冷水吗？真把索伦图当成地痞流氓了？他带来的可是身经百战的兵，我管他带的是什么兵，总兵造反也是杀无赦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杀无赦，就凭你们，怎么杀无赦？兴许都用不着他们。你是想一个人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，厉害，捕头大人。那怎么办啊？刘大人刚到东昌府没几天，就被这帮兵给围了，都像你似的，一动不动。刘大人怎么为官啊？刘大人以后还怎么在东昌府走下去？走不下去就不走，正好回京，应了格格的心。你说话负责任吗？今天没有刘大人的命令，谁也别想离开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少说两句行不行？都是自己人，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莫南姑娘，你都听见了，是谁不好好说话？什么叫刘大人大不了就回京？刘大人回京了，你还有主心骨吗？贺侍卫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有些人真的当真了也可以，但是现在出去就是不行，这是匹夫之勇。就你们这些人，真冲出去了，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？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得冲出去，这样才能坐实索伦图造反之名。你懂什么？匹夫之勇，我看你就是怂。你敢以下犯上？贺子峰，这可是东昌府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人没打起来，你们俩先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都冷静冷静，等一等吧，等刘大人出来再说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不用等了，老爷。刘景儿，把门关上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大人说了，把门插好，任何人不得出去。是。大人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关大门了？应该是刘墉的手下私自干的。哦，哈哈，这是要跟我拖时间呐。这个刘墉挺不好对付啊！啊，大人，时间越久，对我们越不利。刘墉可能是想把事情给拖下去，拖到最后再把消息给传出去。那就散布消息说呀，说咱们配合东昌府演练呐。是，大人。
刘墉啊，到了山东这个地盘啊，还敢这么嚣张，我就是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大人，恐怕有话就说。是。小人觉得刘墉关门应该有其他的目的，他是想把徐武的话给撬出来。如果徐武招了，那咱们就麻烦了。徐武没这个胆量，他不敢说。什么事让索大人这么生气呀？你过来干什么？出去！哎，别！是我让他上来送东西的。是。哎呀，我就是有多大的气呀！一见到你这份笑脸啊，我的气儿就没了。总兵大人真是威武，把小小的东昌府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也不知道这里面的人要怎么吃饭呀？怎么？里边有你牵挂的人？不足挂齿，